这一艘就是老美都害怕的航母杀手——海中刺客中国潜艇。你知道潜艇里面究竟长什么样吗？据说里面上个厕所呀都需要10几道程序，要是一不小心没上对，可能呀还会把潜艇给搞沉了。里面究竟有多么的错综复杂，很多人肯定都没有见过里面究竟长什么样。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中国潜水艇，走吧。这艘潜水艇是03年退役，现在呢可以到里面去参观，全长有76米，里面一共有7个舱。这里就是潜水艇的入口，咱们先上去看一看。这就是潜水艇的入口啊，这也太小了吧！这怎么进去呢？潜水艇其实就像条鲸，我们现在呢刚好是在鲸的尾巴的位置，这还真不好进呀！这是不是这样进的？哎，是这样的吗？哇，这个楼梯太陡了！进来了！这进个潜水艇还真不容易，你看口子就这么大。咱们往下走一走，这里就是潜水艇的1号舱，也叫鱼雷舱。看看这上面的大鱼雷，我还是第一次亲眼所见到这么大的鱼雷。然后呢，这边是鱼雷的发射管，把这个盖子打开之后，鱼雷就自动推到这个发射管里头。然后呢，关紧阀门，这边有启动按钮，3、2、1，发射就可以了。咱们再到2号舱去看一看里面究竟长什么样。这里就是潜水艇的2号舱了。2号舱呢分为上下2层，下面这一层里面放了100多块蓄电池，专门为潜艇蓄电的。这里呢是公共的生活区域，这张桌子你可别小瞧它，在里面非常重要。它平时既可以做餐桌，也可以做会议桌，关键时候还要做手术台。这边还有一个可视电话。动1，我是动拐，收到没有？有什么紧急情况会打到这个可视电话里面，通知整个潜艇的一些情况。这里就是潜艇的宿舍了，他们平时住的地方，上下铺很窄，比我坐的那个绿皮火车的那个上下铺还要窄，这睡在里面肯定不舒服。这里呢是无线电室，它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，可以把潜艇的一些信息发给陆地上，让他们及时能够接到讯号。再往后面来看一看。从这里过去就是潜艇的3号舱了，这个门就是潜水艇各个舱室的水密门。这个水密门的密封性特别好。为什么潜水艇要分为1号舱、2号舱、3号舱？中间要有一道水密门呢？万一1号舱发生了危险，你把这个水密门一关，它的危险就不容易进入到2号舱来。咱们现在从这个门钻进去，然后到达3号舱，带你们去看一看。这里就是潜水艇的3号舱。也被称为指挥舱，我相信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在电视里面都见过，对不对？当潜水艇呢即将露出水面的时候，会有一只小眼睛四处张望，下面有一个镜头在这里观察辨别方向，其实就是它了，它叫做潜望镜，分为2种，一种呢叫对空潜望镜，还有一种呢是指挥潜望镜。它不仅可以当潜望镜使用，而且当潜水艇即将要浮出水面的时候，它甚至还可以让潜水艇里面来进行换气。那么当潜水艇它深入到海底的时候，它是如何来辨别方向的呢？这里叫做声呐室，它完全是靠声呐来辨别方向，由声呐员采集周围的声音，然后呢发给艇长，艇长再让声呐员做出更详细的报告来辨别潜艇前进的方向。这里呢就是4号舱了，它跟3号舱差不多，也是分为2层，下面有很多的电池为潜艇来蓄电。这里呢就是水兵的帆布床，因为潜艇里面本身的空间就非常的狭小，所以这个床平时不睡觉，还可以把它给折叠起来。带你们来看一看潜艇里面的厨房到底长什么样。我真的难以想象，在水下300米的位置做一顿饭，那得多费劲啊！来看看潜艇的厨房。跟我们普通的厨房其实差不多，但是呢，里面不可以使用明火，所以他们吃的东西都比较简单。进行简单的加热之后，就可以食用的这种快速的食品，是潜艇里面特别适合的。这里看到没有，就是潜艇的第5号舱了。两边呢是2个大型的柴油机，负责潜艇在水面航行时提供动力。那么柴油发动机舱里面的温度一般都特别的高，大概有40-50度。如果想在潜艇里面洗个澡，
其实非常困难。但是如果想蒸个桑拿，还可以随时满足，因为里面的温度过高，一进来就容易汗流浃背。那么它在水面上行驶的时候，采用的是柴油动力。那么到了水下之后呢，它必须要改成蓄电航行。所以潜艇它有2种动力可以提供。再往前走就是潜艇的第6个舱室了，里面呢有潜艇的工作人员究竟是如何上厕所的，带你们去看一看。据说程序有7、8道，上个厕所搞不好还会把这个潜艇给它给上沉了。这里呢就是潜艇的第6号舱了，里面放了2台巨大的电机，看到没有？它到底有什么用呢？过来看一看。它主要呢是为潜艇在水下航行、离靠码头、应急倒车、蓄电池充电提供主要的动力来源。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电话，因为在下面有时候可能会没有信号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会作为传声筒，动动腰，动动腰，然后就传到另外一个舱室里，他们就会听得到。然后从这边出去就是潜水艇的第7号舱了，然后这个楼梯爬上去就可以出去了。但是以前是怎么出去的呢？来看看这里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，这个阀门打开，有时候呢也可以把人从这个地方直接给送出去。这个呢就是潜水艇的厕所了，也被称为水下厕所。在水下上厕所可不比我们这么简单，它非常复杂，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。据说阀门都要拧6、7次，而且还有一个专门的人会盯着你，专门看别人上厕所的职务，叫做监务。为何要有人盯着你上厕所呢？其实早在1945年的时候德国的 U 型潜艇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因为它的水下厕所冲水的这个马桶失控，后来就导致了潜水艇不得不上升去检查，结果就被别人给击沉了。所以上个厕所搞不好的话，潜艇都会被别人击沉。所以上厕所在水下那绝对是一门技术活。我们现在已经从潜水艇里面出来了，在下面待着真的非常的压抑。但是呢，潜水艇是我们的国之重器，非常感谢那些研发了潜水艇的中国科学家们，同时也非常感谢那些守卫着潜水艇、保家卫国、守卫我们安全的战士们。下面真的是不知道白天黑夜，而且空间狭小，待一天都非常难受，更何况你们一去就要在里面待上好几个月。大家打出3个字：辛苦了，送给他们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你走进上海的和平饭店。